1929年，日本进入昭和时代的第4年，从大正后期开始的封闭和管控越来越严格的趋势还在持续加速。但是这个时候，随着日本与世界越来越脱钩，日本人感到的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了。这一年有一部但凡晚个2-3年上市都过不了审的电影默片在日本爆火，片名就是这期的封面，大学毕业了，可是电影里失业在家的男主角指着手上的星期日周刊跟妻子自嘲说，明明天天都是星期日，反正找不到工作。电影导演是大名鼎鼎的小津安二郎，虽然当时他刚出道不久，但是那种见微知著绵延不绝的味道已经能够看出来了。1929年，在东京都市圈内读完大学毕业的学生中，已经只有大约30%能够找到正式工作了。这部爆火的电影也成为了日本近代最后还称得上正常的那个时代的注脚。大学是毕业了，可是这个名字成为了数年的流行语，专指那一代毕业及失业的年轻人。直到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开始，没有人敢这么明着讽刺时局了，这才渐渐从日本的流行语中消失。那30%能找到工作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普通日本人即使找到了正式工作，也是收入微薄又几乎没有发展前途。当时欧洲人把这些日本人讽刺为蚂蚁族，意思是他们个人只能居住在狭小的私人空间内，对外时几乎完全依赖于团体活动而没有个人利益。可能这些一战后的欧洲人怎么也想不到，这个词能够在2战后重焕新生，甚至冲出了日本。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15年前中文互联网流行词和它背后的那本书《蚁族》。这里是花散里，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先点赞订阅哟。当初互联网上流行蚁族这个词和日本确实是毫无关系，它是来自2009年的一本书，一位叫连斯的年轻学者带着一帮同样的80后研究生做了一项田野调查，然后他们用蚁族来形容当时一个特殊的边缘群体，也就是受过高等教育收入却很低，扎堆住在大城市边缘的年轻人。之所以用这个名字，应该是和形容日本人的蚁族没有任何关系，连斯团队想要借此形容这群人智商不低，单拎出来一个却很弱小，而且群居。不过这个比方其实对蚂蚁不太公平，毕竟公蚁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是公蚁，不用读完4年大学才搞明白。在2010年左右，蚁族这个词能够火起来，是因为它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很多人的人生投资方向有点读书无用论的意思。再往前几年，中国人都在关心农民工、北漂族，还有各式各样的弱势群体，而蚁族让人们发现，曾经被叫做天之骄子的大学毕业生，也有可能变成需要被关心的弱势群体。这群人最典型的处境，书里叫做不稳定就业。所谓不稳定，不是完全找不到活干，而是他们做的不是当时大家心里以为大学生该干的活，而且常常做几个月就换一份，基本是卡在就业和失业之间，一直找不到能够真正安稳的工作。他们大多并非是山河大神那种故意躺平，而是收入低微，就算要考研考博，也是一边打工一边备考。住的地方在城乡结合部，离高校有点距离，但是通常交通方便。一群类似的人整村整村的聚居，这种地方生活成本很低，吃喝便宜，不少铺子还是无照经营。书里说，北京海淀周围的村子里住满了这些毕业之后一时找不到出路的年轻人，估计这样的村子全国加起来未必没有100万人，几十万人是肯定有的。书里回答蚁族出现的原因时，首先归咎于这些年大学扩招扩得太猛了，生产毕业生的速度太快，导致社会一时半会儿消化不了。大学毕业生比例增加，本应该带领社会升级转型，他们伴随全行业水准提升，一起进入各行各业，是原本想要的效果。也只有这样才能容纳这么多新增的高素质就业岗位。蚁族举例说，当时的终端服务业收入压得太低，进入门槛也低，类似这种工作都不能算是给大学生准备的就业岗位。就像庄子里那个朱平曼，跑去跟支离易学屠龙，散尽千金家产，学了整整3年，虽然本事练成了，结果环顾四周，天下哪有龙来给他杀庄子没有交代朱平曼后来靠什么过活，但是按我的理解，多半是开班教人屠龙，对吧？在这一点上，中日的蚁族倒是统一的。在大学士毕业的可是爆火之后，小津安二郎第2年又拍了一部《落地倒是没毕业》，里面有句台词说，与其毕业去挨饿，不如老老实
时时留级，好歹还能多享受几年学生生活。那时日本的老板们也看出了时代趋势，对曾经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的态度也迅速变差。日本财阀第一人岩川义介当时就说，大学生不能总想体面，该放下身段去当学徒当工人，从底层实打实的磨练自己。而岩川本人却是东京帝国大业工科毕业之后被特殊照顾，一路开绿灯的。说起来，日本近代的学生服还真有点像长衫，对吧？说回蚁族这本书里面分析的蚁族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劳动保障部当时发了一个规定，那大概的意思是还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大学毕业生可以把户口挂在原来的高校里2年。当时户籍还有一点点余威，加上大城市本身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很多县城走出来的青年到了北京、上海之后就铁了心不想回去了，但是又没有找到能够挂户口的工作，于是成为了蚁族还不如农村大学生直接户口回家等拆迁呢。联思他们的调查里认为，蚁族在强迫、抑郁、敌对、人际关系敏感、焦虑、偏执这些心理指标上，平均来看都高于常人。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也比一般大众更激进，可能是因为满怀希望进了大学，想要靠自己的本事力争上游，到头来困在城市边上的一间出租屋里，这种预期落空确实很难心平气和。书里说他们的平均月收入是1956块，低于当时不少城镇普通职工，而当时普通职工绝大部分都没有大专以上的学历。而在1930年代的日本，他们当时也对念了书却没有着落的年轻人有个专有名词，叫做高等游民。这个词在明治时代一开始是中性的，甚至带有点羡慕的意思，指的是那些家里有钱，读了高等学校，不必去当官，也不必去公司上班，整天读书做学问的人。夏目漱石小说里就有一堆这样的角色，后来的市里的代助、心里的先生都是这样的。从大正时代开始，这个词的情感逐渐变差，因为当时日本高等教育的毕业生越来越多，毕业大学生工作的岗位却完全跟不上，于是这一大批人空有学历，在大城市里赋闲，成了实打实的社会问题。当时日本帝国政府很担心这些有知识没出路的年轻人会去结成社会主义团体或者无政府主义团体，等到30-40年代，帝国政府就彻底解决这件事了，岗位管够，就怕你不来。话说回来，蚁族这本书在2010年左右能火起来，还有一个原因是其后半部分的大量口述实在是太真实或者感人了。比如有个小伙子自称被困在的这种村子里，一心想做个既非主流又能发财的人，偶像是马云，盼着哪天能够成为马云那样的人物。他做蚁族的生活来源是各种各样的礼品传销，然后他接受采访时正在准备回老家当村官，他对自己那个村子有一整套规划，从经济到教育，从环保到文化，他希望都按他的设想来，当然他的设想估计一直都只是设想了。住在这种聚居村里，很多人是觉得丢人的，外人也不喜欢他们。蚁族虽然是个新词，不过周围的人自然早就知道有这么一群人了。书里说小月河那些地方早就被周边居民定了性了，说他们的生活环境是楼道脏乱，有人能够1个礼拜不洗头，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大多是单身，也没有几个人还有向往爱情的能力，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省吃俭用。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一旦找到了临时工作，就得每个月往家里寄钱，毫无翻身希望。在此之前，社会上当然也有些所谓的堕落大学生的讨论，北大才子卖猪肉事件还要早几年呢。但是在此之前，人们很容易把这种处境怪到个人头上，是不是你自己还不够努力？是不是你眼高手低，非要赖在大城市不走？很多人的心态是，虽然自己没有能力读大学，但是不允许说读书不能改变命运，即使是自己的子女实践过后也不行，毕竟那是独生子女，沉没成本已经干爆了。之前也有一个小规模的讽刺事件，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小镇做题家从农村里考上了一所985的生物工程系，家里大办宴席庆祝，可到了毕业时，他找不到本专业的工作，又被父母抱怨读书读傻了，大学不努力都读傻了还是不够努力。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当然知道，2010年左右哪有几个生物工程的岗位？你还真以为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吗？然而这专业当初是父母给那个学生选的，所以双方就变成了这么矛盾激烈。以前王充在论衡里说，闲不闲财也，欲不欲时也。这过了2000年了，人们好像比当时更不能坦然认清历史进程的作用，反而一味强调个人奋斗这样不猴属于舆论出了偏差，还没有人负责任。
而《蚁族》这本书出来之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方面的舆论方向。它以感人著称，不少著名学者都说看得动容。有些毕业生留在北京，是因为父母觉得既然都到了北京，那就应该留下来。即使是知道这些蚁族的生活状况，老家来的消息也依然是催婚、催房、催生，但是又完全不给或者无力支持他们。看了的人都觉得当时的年轻人太孤立、太可怜了。不过这本书只是田野调查的记录，他们的精力也有限，留下了不少有趣的话题给后续研究。比如上面说到的蚁族子女和他们原生家庭之间的拉扯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还有蚁族聚居的地方跟周边那些收保护费的、做小生意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地理划分和社会互动呢？这些都是蚁族留给后续研究的话题。不过我记忆中好像没有相关的后续研究像他一样爆火出圈了。而且研究够不够，似乎也不改变现状。你像开头的日本电影《大学是毕业了，可是》，对日本人而言，这可是后面的故事已经续了快100年了。现在还活着的冰河期世代们，大概也不觉得这么多相关研究有帮到他们什么吧？毕竟研究者们、创作者们又没有能力和资源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同样只是振臂一呼而已，又怎么能够指望10几年前的蚁族就可以解决问题呢？甚至更早还有江户时代的5家次子现象，还有清史稿里说世子终身困于科第，都是曾经自以为走完社会定义的精英教育就能成为精英的一员，但是其实社会上从来没有那么多精英的位置，不如说精英过剩反而值得防范。亨廷顿说，受过的教育越高，在社会上失意之后对社会的破坏越大，不得不防啊。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热推还有硬币啊，我们下期再见。